可怜无上。大家早安！在香川县的最后一天，我们来到了高松市著名的田村神社。田村神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飞鸟时代的河童2年，据说也是由我们好久没有提到的好朋友行基僧侣，我们基哥所创建的。这座神社在当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，被尊称为赞岐国一公、定水大明神。相传本社的奥殿下方有个龙神居住的深渊，据说任何打扰龙神大人者将会被登出人生。奥殿因此至今未曾对外开放过。另外，自古时候起，香川县因为地形与气候问题降雨量较少，古代便开始建造支流池，而本社周边刚好是湘东川的伏流水区域，拥有丰沛的水资源，对农耕至关重要。也因此，当地若发生水旱灾情，领主和执行官必定首先向本社祈愿。这也是为何本社被称为定水大明神的缘故。田村神社的本殿供奉了窝基基至百席祭命、燕50侠秦燕命、原田燕大神、天隐山神、天武田根命这5位名字既长又饶舌的大神，统称为田村大神，象征着丰收、繁荣和家庭安全。这里最特别的是，除了主殿的5位神明，神社于境内在不同的区域也进驻了不同的神明。甚至于庭院、小桥和池塘也供奉了各式各样的神明，犹如联合国一般的存在，也有象征着我们频道屹立不倒般的精神支柱。微笑童七福神是田村神社内特别的神像，这些神像通常被描绘成可爱孩子的形象，带着微笑，象征着纯真和快乐，旨在祈求家庭幸福、儿童健康成长。这尊全身上下金光闪闪、被贴满金箔大黑天的宇度祭社，供奉的大地主神和苍道魂神，被视为大地和农业的守护神，相传能够带来丰收和繁荣，并且保佑生活家庭安全。树婆居罗社是供奉着被视为医药之神的少明皮古纳神，传说它能够治愈各种疾病，并保佑安产健康。在殿前也有个可爱的安产子保犬像，因为狗狗的繁殖能力强，一次能生好几胎，也被认为是安全分娩的象征。在一宫天满宫这里也供奉着学问之神菅原道真，他是日本平安时代著名的学者、诗人兼政治家，被后世尊称为学问之神。天满宫内有牛的雕像，这些牛像被称为御神牛。据说抚摸御神牛的头部可以带来智慧和幸运，穿过圣牛的合格门，则是象征着获得智慧和学业上的成功，跟我们的文昌帝君有一点像。在日本各地有大大小小的稻荷神社，数量之多，有一点类似我们台湾的土地公庙。神社内供奉的稻荷神通常被视为狐狸的化身，
也因此田村神社内也有众多的狐狸雕像，祈求能够拥有狐狸那随机应变般的能力，商业成功，家庭繁荣。这里除了狐狸雕像，在神龙像前方还有一整排的12生肖雕像，大家可以去找找属于自己的生肖，许个愿，抽个签。天啊，在这边感觉口袋里的钱不小心又减少咯。哎呀，老婆你站在上面干嘛？眼前这座高达5公尺高耸的神龙雕像，也是田村神社最具代表性的招牌亮点。据说田村神社供奉的神明以龙的形态来显现，相传只要在神龙前留下金牌供奉，就会财源滚滚来。看他脚踩黄金球跟旗下满满的金牌，整个就是霸气十足，金光闪闪，未拜就觉得先灵验了啊！看到这些金光闪闪的金牌，忍不住又来了一段。话说这么有年代感的时代剧，有人知道吗？知道的人也请于下方留言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来自同个时代。田村神社给我们的感觉是，相比于其他神社的庄严肃穆，田村神社反而非常的欢乐。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神明之外，神社内众多的雕像，不是只有可以参拜，还可以互动哦。像是这座蛇的雕像，我们参考在地人有样学样的转动它。不止好玩，还可以健身。园内也还有多种疗效的神明齐聚一堂，让不同信仰需求的信徒可以在此一次解决。真的是一座与众不同、有趣而且被神社给耽误的游乐园啊！逛完了田村神社，怎么能错过就在隔壁四国88片路里的第83号林场一公寺呢？据说本寺是由一位名为义渊的僧侣于大宝年间所创建，当时寺院被称为大宝院，是一座法相宗的寺院。随后在和同年间，各地区纷纷参与扩建大宝院，当然，我们的好朋友行基僧侣基哥也修建了佛堂跟佛塔。为了管理赞岐一宫田村神社，将其设为分寺，并改名为一宫寺。前面提到的大宝和同年间都是属于飞鸟时代，到了平安时代大同年间，我们的空海大师造访了本寺。雕刻了一尊大约106公分高的圣观音像，供奉于寺中，并将一宫寺的宗派改为了真言宗。真言宗源自印度，经由中国借由空海大师传承至日本，期间经历了8祖，因此又称为真言8祖。这一座被宏伟壮丽樟树围绕守护着的正殿，于1701年由十方布施的大众所重建。在这里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它的地狱之斧，据说是空海大师为了戒律自己而制作的。只要把头伸进去，便能洗心革面。但另一方面，只要有做了坏事，头就会被卡住，无法拔出来。相传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尖酸刻薄的老婆婆把头伸进去试探，结果门就关起来，头卡住拔不出来。非常害怕的老婆婆赶紧为她以前所做过的坏事道歉，然后她的头就获得了解放，一下子就拔了出来。据说从此以后，老婆婆洗心革面，变得非常善良和蔼，而且长命100岁。换作是你，你敢试试看吗？我们从第1季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许多跟空海大师还有行基僧侣有关的林场，
大家是否觉得不飒飒呢？没有关系，这边我用我的小方法来协助大家。大家可以把鸡哥想象成是建设公司，空海大师想象成是代销公司。鸡哥把寺庙建设好之后，交由空海大师来行销，发扬光大。这样子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理解呢？这一趟四国香川之行，我们一共跑了10几间的林场，也去了小豆岛，把整个香川县全部跑了一遍，蛮感动的。这一趟也累积了很多美丽的画面以及回忆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哦。那有来四国，不妨参考我们的行程，去走一走吧。逛完最后一个林场了，现在要开车去吃在香川的最后一顿餐点。每到这个时刻要去机场，都觉得心情好复杂哦。大家也跟我们一样吗？当你们越是接近回国的日期，心情就越是沉重，会这样子吗？不管有多沉重，该吃还是要吃啊！所以我们来到了创业已有70多年，是由字面所指引的自助式乌龙面店大岛乌冬。我们点了冬季限定的 Shippoku 乌冬，它是香川道地的乡土料理，特色是将切成细条的红白萝卜、油炸豆腐、鸡肉和芋头放入高汤中炖煮后，再平铺在乌龙面上面。这一道也是香川县乌龙面中非常特别的存在，只有少数乌龙面店家才有提供哦。这款Shippoku乌冬，它的配料真的分量十足，一碗就能让你有饱足感。只是它的味道比较清淡，不是我们习惯的口味。但是对于能体验这种全新的乌龙面，我们也是觉得蛮好玩的。紧接着，我们来到了高松市的面包店 Lupang Doabes。店内师傅过去曾经在米其林3星餐厅的面包部工作过，随后回到了香川开立店铺。店内所有好吃的面包都是利用在地食材去创作和制作的，面包不仅好吃，也相当有特色。这里最受欢迎的是有3个圆孔造型的大人クリームパン，以及各种口味的可颂。它的可颂真的超级惊艳，又酥又脆的外皮，再搭配它的内馅酱料，谁也不抢走谁的风采，实在是太有层次了。刚才在面包店结账的时候，店员居然称赞我的日语很好。我就也讲那几句。レシート大丈夫です。好，那我看看你 OK， 上车。这次香川之旅绕了香川一整圈加一点点德岛县，总共跑了4国88片路中的12间林场、8间神社、7间乌龙面店、2座城堡，当然其中还包含了许多的美食跟美景，总共大约636公里达成，我们自己觉得超级满足、超级有成就感的。我是一路一路，非常感谢有观看我们香川之旅的大家。希望透过我们的影片带给大家体验不一样的旅游经验。尽管有些景点真的很偏僻，很难前往，大丈夫，我们记录给大家看。若有任何想法或希望之后想看哪些主题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最后也偷偷剧透一下，我们已经在规划下趟日本之旅咯。至于要去哪里，就先卖个关子呗。在启程之前，会先以香川之旅的合集短片，还有一些台湾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哦。那也请大家多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出去吧。谢谢。我们下个县市见，拜。